Hello Hello， 胖妮儿来喽！继续跟胖妮过情关，喜欢胖妮的小主，辛苦给影片点点赞。《甄嬛传》中有很多巧妙的剧情衔接，越是深挖，越是能带给人惊喜。上一期影片中提到，安比怀被免罪之后，安陵容喜极而泣对宝娟说的那一番话，催生了宝娟的背叛之心。这个场景结束之后，镜头马上切到了碎玉轩、刘珠在年补下禅，浣碧抱着一大捧荷花闯进了殿内，在皇上面前搔首弄姿。这两处场景的安排说明，几乎在同一时间，甄嬛和安陵容都遇到了被贴身婢女背叛的问题。两人对此类问题的警觉度、处理方法，能够深度反映他们的性格，甚至能够预示他们的命运走向。而胖妮今天想和大家讨论的，却是另外一个问题。站在浣碧的角度上考量，曹琴墨到底给了她什么，让她不惜背叛长姐，被对方阵营利用？曹贵人能给浣碧的，甄嬛是不是真给不了呢？第一，平等的姿态。浣碧这辈子最想要的，其实并不是荣华富贵，甚至也不是果郡王的爱，而是拿回自己的真实身份，与甄嬛平起平坐。她想要的平等，甄远道给不了。因为浣碧的母亲是罪臣之女，这件事一旦泄露，不仅会影响家庭和睦，还会给甄氏满门招来大祸。所以浣碧虽然与甄嬛同父异母，但却一直以婢女的身份在甄嬛身边长大。虽然甄嬛入宫之前已经从父亲的口中知道浣碧是自己的亲妹妹，但是紫禁城宫规何其严，这么多年来甄远道给不了浣碧的，甄嬛同样给不了。她能做的只是给浣碧更华丽的着装，更好的吃食，以及掌管岁月轩财物的特权。但这些不是浣碧最想要的，或者说甄嬛藏在这些特权中的，身为长姐的关爱和信任，浣碧读不懂。在浣碧看来，她的身份虽然不如甄嬛尊贵，但也算是甄府庶出的二小姐。基于这样的自我定位，浣碧对于任何庶出、出身寒微的人有一种很刻意的亲近。方若姑姑提到皇后是庶出的时候，浣碧的眼睛一下子就亮了。安陵容到甄府小住，浣碧甚至连她喜欢喝什么茶都记得清清楚楚。入宫之初，安陵容每次到碎玉轩，浣碧都格外热情。这是因为在浣碧看来，她和安陵容是平等的，不是主仆，而是姐妹。曹琴墨当然不知道浣碧和甄嬛之间有这么多弯弯绕绕的关系，但曹琴墨眼睛够毒，他一眼就能看出浣碧对于平等的渴望。恰好曹琴墨自己出身也不好，利用这一点，他一下子就能和浣碧拉近距离。言行举止中再给一些肯定、夸奖和刻意营造出来的尊重的姿态，浣碧哪里还能扛得住？上头也是必然的。第二，承宠的妄想。皇后是庶出，都能走上后位。曹琴墨出身寒微，都能为皇上诞下公主。于婴儿长得不怎么样，还是最低等的宫女，都能抓住机会翻身做了小主。虽然结局悲惨，但好歹有过高光时刻啊。这些大概就是每日在浣碧头脑中打转的念头。得到皇上的宠爱，也是浣碧能想到的唯一一个打破奴婢身份的魔咒，转而与甄嬛平起平坐的机会。为什么自从曹琴墨那晚抓住了正在烧纸的浣碧之后，浣碧总是打扮的花枝招展，往皇上身边凑？这是因为承宠的妄想是曹琴墨给浣碧的另外一个诱饵。出身差、长相普通的曹琴墨，不仅有现身说法的说服力，而且还对浣碧承诺，事成之后将举荐她成为皇上的女人。浣碧怎能不动心？如果损害甄嬛的利益可以让自己上位，那么上位后的她一样可以护住年迈的老父亲。这就是浣碧自私而粗浅的想法。第三，母女关系的共情。浣碧在御花园偷偷烧纸，她以为她表达的是一份孝心，落在曹琴墨眼中则是一份对母爱的渴望，是一个可以被抓住利用的软肋。这么多年里，浣碧在甄府看到的都是父亲和另外一个女人之间恩爱甜蜜，举案齐眉。就连皇上说甄远道上朝的时候咳嗽了几声，甄嬛回的都是父亲有喉疾，母亲每每都会为他精心烹制雪梨汤。这些落在浣碧的眼中耳中很扎心。如果甄远道和甄嬛的母亲是真心相爱的，那浣碧自己的母亲算什么呢？她自己又算什么呢？这些疑问愤懑，浣碧只能藏在心里，不敢见光。曹琴墨也是一个出身不好的母亲，但她很爱温宜，从这份爱中，浣碧感受到的是对母女关系的共情。
原来不只是出身高贵，如甄嬛母亲那样的女人才会爱女儿，她的母亲也是很爱她的。而且这份爱并不丢人，它存在就有存在的理由和意义。为了温宜，曹琴墨可以拼尽全力让自己变得强大，以护幼女周全。那为了王母，浣碧也愿意奋力一搏，争取荣耀，哪怕这份荣耀是以牺牲甄嬛为前提。第四，跟甄嬛学破局。不得不说，曹琴墨这个人心细如发，很会抓人的内在需求，并投其所好，以达到个人目的。但甄嬛也不是吃素的，且看她把浣碧抓包后说的那几句话，在这宫中，我虽不能与你相认，到时候我会让你认父亲为义父，从甄府出嫁，尽最大的能力给浣碧以平等的待遇。你以为投靠曹贵人就有出头之日吗？你看看丽嫔和于氏，就该知道被人利用的下场。戳破浣碧想要借曹贵人之力承宠的妄想，一旦被揭发出你娘是罪臣之女，你知道后果是什么吗？不但甄氏一族会被你连累，父亲私纳罪臣之女的罪名足以让他流放宁古塔。强调浣碧的母女情永远要暗藏心中，不能被人知晓。除了用言语一一揭穿了曹琴墨给浣碧的东西看似金贵，实则只是在洗脑画大饼之外，甄嬛还将计就计摆了华妃一道，堵住了浣碧继续站华妃团队的路。浣碧想要活命，除了痛改前非，对甄嬛表忠心，别无选择。但即便如此，在后面的剧情中，甄嬛也少不了对浣碧敲敲打打。胖妮想，如果不是碍于浣碧的身份问题，她应该早就被甄嬛打发了吧。不想留又不得不留，看不上却又不得不用，这是甄嬛的无奈。这样的人除了浣碧之外，还有静妃，这个我们在后面的影片中会慢慢道来。好了，本期的影片就到这里，喜欢胖妮辛苦给影片点赞，订阅胖妮，下期更精彩。